四皇败北的台词有何深意？向主将如何拯救和之国？大家好，我是朱尔本。海贼王104话又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新世代们终于超越四皇，开启了新的篇章，也意味着海贼王的剧情正在加速奔向大结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本话中出现的诸多伏笔与细节。比格曼的败北和白胡子的战死，两者间居然有许多对称和呼应的地方，就和弥留之际的老爹一样。大妈从鬼岛败走时，同样提到了罗杰和顽皮四这两位四皇在最后时刻说的话，各自都有什么伏笔呢？白胡子第一句话先是否定了蒂奇，认为罗杰在等待的人并不是他，蒂奇也是低之一族。白胡子在与罗杰最后一次面基时，得知了第一的真相，虽然这个真相目前为止还是伏笔，但从之后的线索来看，低之一族即为神的天敌，是最终有可能动摇天龙人统治并改变这个世界的人。白胡子认为这一族人将会继承罗杰的意志，但最终黑胡子所暴露的黑暗野心已经与罗杰所等待的黎明背道而驰，所以白胡子认为蒂奇不会是继承罗杰的人。而大妈在坠落时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指向罗杰，指责罗杰开启了大海贼时代，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因为罗杰临行前的那一番话，导致无数海贼涌入伟大航路，在朝着顽皮死进军的过程中，不断挑战着四皇的权威，最终出现了两个小鬼，将大妈轰下了时代的舞台。将大妈和白胡子的话结合起来，我们也许正在接近罗杰那场盛大处刑的真实目的。他希望能用大秘宝的存在，将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伟大航路。残酷的大海和无数的冒险，最终会诞生出一批新的强者，其中拥有低之名的那些人将继承他的意志，并超越前人的成就，改变这个世界。罗杰向海军自首的决定是从拉夫德鲁归来后做出的。漫画968话，罗杰在与雷利交谈时就认为他们去得太早。结合夏利那个人鱼公主将会在10年后诞生的预言，罗杰已经猜到能够超越他们的人将会在未来数十年内出现，他将诞生在一个古代兵器苏醒的年代。这个人将成为新的乔伊波伊。罗杰原本希望由自己的儿子来找到顽皮四，然而在顶上战争中，艾斯最后为了保护路飞而死，他的意志也就此被路飞继承。这就是白胡子临死前说的第二句话，他认为低之一族与伙伴们的意志已经超越了血缘，以生命之火的方式不断传承，从罗杰到白胡子，再到艾斯，最后到路飞，从未停歇。而传承的最终目的就是诞生一个能够背负起过去几百年历史的人，由他向这个世界发起挑战，并掀起一场席卷世界的巨大战争。他也注定会是找到顽皮死的人。于是白胡子在死之前说出了最后一句话：顽皮死是存在的。这并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肯定了22年前罗杰处刑台前说的那些话，就像是让大家复习一下，坚定大家对寻找顽皮死的信心，使罗杰开创的大海贼时代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而这种意志将罗杰视为对手的比格曼显然不能理解，所以在大妈的第二句话里，他不仅指责了罗杰和大海贼时代，对顽皮死存在的真实性也与白胡子的态度不同。他既渴望得到顽皮死，又有所怀疑，不知道这个大秘宝究竟在哪里，又到底是什么东西。其中一句更是耐人寻味，在这个国家也有的，对吧？和之国也有的东西是什么呢？联系大妈的上下文，这里应该是指顽皮死的线索，也就是至关重要的路标历史正文。回顾一下当年罗杰找到4块路标的经过，第一块是从大妈手中得到，第二块是在愚人岛，第3块是在和之国，第4块是在佐屋。大妈手中那块路标的来历并没有交代，然而其余3块路标所在的地方都意义非凡。愚人岛是古代兵器海王所在的地方，和之国是历史正文诞生的地方，佐屋是一头与和之国官员家关系密切的巨象，这也许并不是偶然。路标历史正文所在的地方很可能都与古代兵器有关。大妈来到和之国，表面上是为了找草帽一伙复仇，实际上也是想来寻找顽皮死的线索。999话，当他听到凯多要把官员家的城堡摧毁时，就忍不住问起了路标的下落，被凯多骂了一句本性暴露。两个四王团结盟，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古代兵器和顽皮死，所以大妈一直惦记着凯多手里的那块路标。结果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得到，就被基德和罗推下轨道，大妈才会喊出那一句不甘心。可以说，从大妈和白胡子两人最后的话，能明显感觉到两名大海皇帝完全不同的风格。白胡子更有格局，大妈野心更大。在即将到来的最终章里，相信大妈无论作为哪方势力，都不会有像1040话这样丰富的内心独白了。这么狼狈的败北，已经宣告四皇时代的终结。而作为鬼岛决战的另一个终极 BOSS 百兽凯多，相信当他被路飞击败时，一定也会和乔伊波伊、古代兵器、顽皮死有关的台词出现。凯多与大妈相比，又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凯多只认可强者，以实力至上，在这场决战中就不止一次的表达过想要拉拢路飞等人的想法。当他最后被路飞击败时，也就意味着路飞的实力超越了自己，是更有可能成为乔伊波伊的人。回收了1014话凯多第二次击败路飞时所说的话，当时路飞没有超越凯多，所以凯多认为他无法成为乔伊波伊。而当路飞真正超越凯多时，也就意味着他有了去挑战这个世界的力量，他将成为白胡子临死前所说的那个注定会掀起巨大战争的人，而这也是凯多一直以来的夙愿。想必到最后，凯多对路飞的情感会跟主龙八卦石一样十分复杂，他也许会承认路飞在这场决战中的胜利，甚至会期待接下来路飞和超新星们的时代，但他也绝不会放弃继续争霸，
相信鬼岛决战不会是2名四皇的终点，在最终章的世界大战里，一定还能见到 Big Mom 海贼团和百兽海贼团的活跃。Big Mom 是最菜的四皇吗？海贼王战力体系崩溃了吗？在开始争论前，我们不妨来看看作者尾田在1040话中着重描绘的几个镜头。第一处特写，基德的电磁炮轰向大妈时，大妈被推向洞口，这时她的身上给到了一个特写，冲击并没有打穿那个号称钢铁气球的皮肤。第二处特写，大妈冷笑一声，出现了一个双手撑住地面的动作，准备将电磁炮反弹回去。她虽然被电磁炮压制行动，却完全不影响她发动霸王色和混混果实的力量。灵魂皱纹波及的范围几乎是整个宴会厅，普通海贼的灵魂并不能强化大妈的力量，所以他此时夺取了大量灵魂，应该是打算将基德的电磁炮转化成类似赫拉那样的灵魂怪物，反弹回去攻击基德。第三处特写，大妈从宴会厅掉落后，并没有失去意识，经过火药库时还想挣扎一下，一直到最后被炸入深坑，他也一直保持着清醒。和以往那些败北后完全昏迷的 BOSS 比起来，大妈的情况完全不同。看完这几处细节，再回头评价这场对决，你的答案是否有些改变呢？基德的招式虽然看起来威力惊人，罗的手术果实也玩出了花，但他们都没有真正从战力上彻底击败比格曼。甚至可以说，如果他们的作战计划没有成功，那么等大妈起身被反杀了，就是这2个到达极限的超新星。所以最后虽然大妈败北，却不是输在战力上，只能说在剧情安排上，这是最体面的退场方式。但万万没想到，在这么紧张的四皇对决里，还有猝不及防的催泪时刻。当克拉松的回忆杀出现，罗继承红心的经典招式，我承认我破防了。这是鬼岛决战中罗第2次回忆起自己的恩人。996话时，他就独自一人杀入城堡深处，找到了一个历史正文。罗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名字中有一个 D， 却不知道 D 的真正含义。他对于 D 的认知即是来自克拉松。D 之一族是命运坎坷的一族，必将再次换来狂风暴雨，成为神的天敌。罗和路飞一起击败明哥后，他最初联盟的目的其实已经实现。于是尾田安排了罗继续探究 D 的秘密，与罗宾和草帽一伙继续寻找路标历史正文，为的就是在终点找到答案。所以在1031话时，面对暴走的大妈，罗感慨了一句：想要得知历史，必须战胜这样的怪物，呼应了他与罗宾之前的对话。所以3名重转中，路飞和基德是真的想干翻凯多，但罗的主要动力是为了历史真相。虽然与大妈无怨无仇，但罗在这场战斗中展现出来的力量已经堪比主角。1040话中，手术果实再次展现不可思议的力量，而路与之前的 Clone 一样，发动时只有掌中的一个小型光波，但抵近目标后会以其为中心，张开一个独立的空间。此时罗就可以进一步施展精英，将目标周围以及他所接触的所有物体全部精英，效果与竞技果实非常相似。这个能力不仅打断了大妈的灵魂皱纹，在随后的几个镜头里也继续生效。大妈跌入武器库时，明明产生了巨大动静，却没有半点声音。漫画中的拟声词也消失了，大妈随后引发的爆炸也没有任何拟声词出现。等到最后跌入深坑，引发了惊人的爆炸，但所有冲击波都被罗的 R 论包裹了起来。这就说明所有爆炸都接触到了大妈，才会被消除声音。所以大妈是真的硬生生吃了一波爆炸伤害。但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洞穴里的爆炸看起来比鬼岛上的更加剧烈呢？这就要从大妈最后在洞穴里看到的那个场景说起。当时大妈眼前出现了一团光亮，似乎是什么流动的物体。而此时大妈身边不仅有之前看到的放射性武器的箱子，甚至还有一颗类似轰炸机的投掷弹药。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大妈在地底看到的东西应该是和之国岩层下面的岩浆。上一话里罗的能力直接炸穿了地底，岩浆的高温使得洞口冒出了滚滚浓烟。这就是为什么大妈掉进洞口前就已经冒出了大量烟雾。岩浆随后引爆了与大妈一同坠落的炸药，导致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爆炸。不过海贼王里的爆炸就没有真正炸死过谁，大妈不会这么轻易挂掉，甚至有可能利用混混果实的力量，在地底创造出新的霍米兹，帮助自己脱困。而留在鬼岛上的3000里应该会解体成为普罗米修斯和赫拉，然后溜出战场。他们很可能会去带走佩留斯佩罗，然后去找到大妈，最后去与近海的 Big Mom 海贼团会合，退出和之国。随着 Big Mom 的败北，鬼岛各处战局也迎来结果。首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索隆，本话中索隆再次变成了坦克的样子，之前出现的死神已经无影无踪，而弗兰奇也还没有赶到。尾田特地安排了2个镜头，让我们看到了索隆周围并没有出现其他人影，似乎再次暗示了索隆之前看到了死神是一种在濒死状态下看到了灵体。他想要处决索隆的行为已经被其他力量阻止，事情的真相也许要等索隆苏醒后来一段回忆才会交代了。另外一边，罗宾和布鲁克依然在城堡内某处逃跑，看来 CP0 并没有追上他们。而在这一话里 Big Mom 已经败北，消息很快就会传到 CP0 和罗布路奇的耳中。之前1036话时所猜测的最坏情况已经发生，他们也许会改变行动，抓到罗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吴老星口中那个必须抹除的觉醒能力者也还活着， CP0 很可能会兵分2路，一方面继续追击罗宾，另一方面一直躲在阁楼内的那个 CP0 很可能会开始行动，毕竟他所在的下方就是宴会厅，追杀罗或基德其中一人非常方便了。而福禄寿与雷战这边也终于是分出了胜负，以一种朴素而壮烈的方式。雷战直到最后也没有解开忍术，而福禄寿已经受不了火焰的焚烧，率先倒下。
雷藏以自己的方式为当年遭受府主之心的主君关岳一田复仇。别忘了福禄寿就是在场的帮凶之一，二人也终于尝到了苦果。另一边，康十郎的火前坊本画中因为大妈的爆炸而被摧毁，但却没有彻底挂掉，还留下一段微弱的火苗，似乎连大河都没有注意到。虽然武器库已经被大河变成了冷冻库，但只要有一点漏洞，这点火苗还是有可能慢慢融化冰层，将炸药引爆。当时大妈引爆炸药后，鬼岛发生剧烈晃动，给了大蛇一个跌倒的特写。大蛇原本是想让康十郎点燃全部炸药，将岛上所有人都炸飞，但现在行动失败了。恼羞成怒的大蛇也许下一步会直接跑去武器库，想要再引发一次爆炸。桃之助、日和、大蛇、康十郎、光月家和黑炭家所有幸存者就在这武器库内彻底了结宿命。黑炭家引发了灾难，最后由光月家来拯救世界，实现对称。桃子兄妹在传次郎的协助下，将大蛇斩杀，完成复国。而在1704话末尾，桃之助在与大河重逢后，特地告诉他相主已经来到附近，并强调相主是乔伊波伊的伙伴。我想这句话是在暗示乔伊波伊此时就在鬼岛上。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已经知道，乔伊波伊就是路飞。那么相主这次前来，应该就是为了帮助路飞拿下战斗。路飞与凯多的决战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后高潮，但他本人也强调了要与凯多单挑，所以相主不会去插手路飞的战斗，他的力量会体现在其他地方。桃子既然能得知相主来到和之国，也就说明了在上一话里半空中呼喊桃子的就是相主，他们之间很可能已经交谈过目前的危机。在大河解决好火药后，桃子需要防止鬼岛坠落。在1704话里，他与大河交谈时，并没有松开自己手中的焰云，很可能是想尽可能拖住鬼岛，并朝着相主的方向汇合。而桃子告诉大河这件事，应该是希望得到大河的协助，极有可能是想让大河去疏散目前城堡内的其他人，为离开鬼岛做好准备。前面提到的，如果大蛇最后点燃炸药，想要炸掉鬼岛，那么相主将会有两种选择：一是用大水将火焰全部浇灭，二是用怪力将鬼岛打飞，最后在高空炸成粉碎，黑炭大蛇彻底消失。第二种结局就需要鬼岛上的人提前撤离到其他地方，例如相主身上。而在1027话里，因为猫腹蛇与佩罗斯佩罗的战斗，顽皮族的战士们都来到了鬼岛外围，他们很可能成为第一批见到相主身影的人。无论如何，这场惊天动地的鬼岛大决战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凯多老师顺利撑到了元宵节，但也没剩下多少时间了。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704话细节伏笔分析啦。据说评论区还有更加精彩的神回复哦，欢迎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亚本，下期见啦。